比特币、以太坊正在暴跌，我们会跌去哪？我们该怎么做？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坊的周线图表，大家可能没有发现，我们现在的下跌呢，是自从我们 FTX 事件以来最大的跌幅，在周线上最大的跌幅。你可以发现呢，我们上次发生 FTX 事件的时候呢，是在这个位置啊。当时我们的下跌也只不过是22%而已哦，光实体部分。你要想哦，当时是 FTX 交易所倒掉，世界第2大交易所倒掉。那你可以看我们现在呢，光我们 K 线实体部分啊，就有接近17个百分点了，这是相当夸张了。等于说我们自从2022年的11月以来，一直到现在呢，很接近2年的时间了。我们现在的下跌是这接近2年以来最大的一次。我们在前面的下跌，比如说这里也才14-15%哦，那在前面呢，那更是很小。所以我们这一波的下跌是很夸张的。那我们可以再来观察一下啊，其实我们自从最顶部到现在的回调呢，以太坊已经来到了36、37个百分点了。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上一轮的牛市，36个百分点的回调啊，在减半过后当中呢，啊牛市里面减半过后啊，其实跌幅36%也算是相当不可思议，这是算很大的这种跌幅了，绝对是数一数二的。其实我们可以回到我们在上一轮牛市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个小复盘了。我们当时在减半的时候，大约是在这个位置，大概在这个位置，2022年的年中左右。那你可以看到呢，我们在减半过后，其实基本上后续就是一路的上涨。当然呢，因为我们看的这个级别很大，它中间其实是有经历过几次不小的下跌的，比如说我们当时在这里最大的跌幅啊，就有来到37%左右。那在这个位置呢，它也有来到37、38%。其实在这2波下跌里面呢，算是最大的2次的下跌了。那我们当时在这里哦，它下跌真的就很夸张了，直接接近腰斩。不过当时的下跌呢，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这里就是到了牛市的终点了。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你可以看到，其实跟我们后面的这个价位呢，其实也是差不了太多了。而且，其实如果以很多牛市的特征来说呢，你在这里结束呢，甚至会比较合理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在上一轮减半过后，牛市结束之前呢，最大的回调也不过就36、37%而已。那其实这种下跌啊，这种跌幅呢，还能在现在重现啊，其实是相当不可思议的。因为现在的市场上呢，很多的流动性啊，还有市场的关注度，还有人数呢，其实都不太足以支撑它有这么大的下跌了。所以我们产生这么大的下跌在牛市当中的时候，而且我们可以复盘一下过往的牛市，其实减半过后，牛市结束之前最大的跌幅也不过就是30几%而已。所以当我们现在我们还能确认我们在牛市的背景之下，我们又产生了那么大的跌幅，那我相信我们该做的呢，当然合约这个我们就先不讨论了。以现货来说，我认为如果我们有持有原本的筹码，我们就应该好好拿稳，因为在这么大的下跌，然后我们杀进杀出等等的，是非常不好的。那其实我对现货的态度一直都是，其实我们只要在之前建立好了仓位，其实就一直拿着就行了，就是不要受这种波动而影响，因为牛市是肯定还没有结束的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其实也跌破了一个很重要的支撑，就是在2800左右，2800扮演着非常重要支撑的角色。而且你可以看到，其实2800不只是在我们现在，我们在很久以前呢，2800就已经是很重要的互换了。2800其实它的效果呢，最早是出现在下跌反弹过后的这个位置，就是当时在519下跌反弹过后所产生阻力的位置，还有我们在这里产生支撑的位置。那在这里它也有一些效果的，所以我们到了这里产生效果很正常。那到了现在我们下破，其实我们再往下的话，比较大级别的，其实支撑就在2100了，非常的夸张啊。因为要知道我们最高是已经来到了4000，如果回到2000的话，那就是腰斩。那中间还有一个比较小级别一点的互换啊，大概在2400、2500左右，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两个位置。那其实我们在这波的下跌呢，最差的地方呢，就是其实我们的下跌它是无量的。为什么会产生出这种比较没有量能的下跌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在下跌的过程啊，我们是没有看到支撑的，只要有一点点的货被抛出来呢，那行情就可以下跌很多。那
我们现在下跌到现在呢，其实也都还没有这种止跌的信号，因为你可以看我们是缓缓的阴跌的，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不乐观哦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其实就以周线的实体部分来看的话，我们这一波下跌呢，也一样是自从 FTX 事件以来最大的一次下跌哦，最大的一次下跌哦。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波的回调已经来到了14%，像我们前面呢都没有那么大的跌幅哦，单周的实体部分都没有来到14%，像我们这里也是啊10%左右而已。那我们上一次FTX 大概是22%左右，所以我们这里的下跌它绝对是很大的，至少在一周里面所产生的下跌，它绝对算是很大很大的，而且又在假日，对吧？又在这种比较不容易产生波动的时候所产生的下跌。那我们来看到日线你可以看到，其实我们前面多头是有很多的防线的，可是这些防线呢，都一一的被吓破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其实无量下跌在比特币身上是尤为明显的。我们之前在上一影片我们有讨论过了，其实现在美国那边的状况呢，其实是不足以支撑比特币继续上涨的。就比如说美股我们现在经历了很大的回调。那当然，比特币现货 ETF 呢，也在一波很大的调整当中等于说我们就几乎没有任何流入了，然后比特币还产生了很大的流出，这是相当不妙的。对于比特币来说，你又可以看到，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两根下跌呢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我们在周五的时候，我们当时的价位大约还在64000、65000，我记得周五的时候还在这个价位，我们现在已经最低来到了57000、58000了，相当夸张啊！你可以看到。我们这2天的下跌它的量能呢，你可以观察一下，是很小的。那在这么小的量能下，它居然能产生很大的跌幅，大家不要小看了，这个跌幅是很大的，那就表示我们的盘面是完全缺乏需求的，等于说很少的货砸下来，它就可以砸出很大的距离。其实我们在下跌的过程当中，没有量能的下跌或者说量能很小的下跌这种阴跌缓跌，然后没有量能，它或者说没有量能却可以跌很远的这种下跌才是最可怕的。比较不可怕的下跌，反而是那种它下跌的很迅速，但是它的量能很大的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交易它是一买一卖，一买一卖之间才会有交易量。那如果说交易量很大，那代表说至少还是有人愿意买的，不然不会出现交易量那这种时候呢，我们有可能很快就可以找到这种暂时性的止跌。像比如说我们当时在这个位置就出现了一样的状况。我们下跌的过程出现了很大的量能，那通常这种状况就是止跌，它就不会再往下做那种很深的试探那我们在这里这个针尖的位置呢，它也是值得参考的点位。不过我们现在来看的话，这个跌幅呢，这个下跌它确实是没有止住的意思，而且我们又在假日，对不对？它比较不容易产生波动的时候，居然还能产生下跌，那这就是非常不妙。而且我们之前有谈到，我们在6万左右呢，它有一个支撑。那这个支撑，我认为它的效果呢也在逐渐下降。我们之前有谈到过，我们这个区间它的上缘在72000，那下缘大概在6万、61000左右。那我认为6万的这个位置呢，其实它的效果也下降了很多，它的参考性也没有像以前那么高了。毕竟它前面已经出现了2次这种来回的穿插，其实以这种如果越强的互换的效果呢？这个互换它有越强的效果，那它就不应该产生这种来来回回的状况。可是你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已经产生了2-3次，那我认为以后6万的这个效果呢，我们就不能太把它的权重放到那么高了。那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其实我们这波的回调，它是直接回到了0.786，就等于说我们的上涨的起点也绝对不在这个位置至少。我们的行情可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这是确实也是相当不乐观的。那如果说我们要再往下去寻找支撑的话，我们其实从6万到5万中间呢是有一个真空区的。我们再往下比较重要的支撑、很关键的支撑呢，大概就在5万1了。所以这个点位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然后，好，我们再来到4小时吧。4小时的话，你可以发现空头的量能呢，它是非常的饱满。非常的饱满，而且它重点呢，其实是多头的反击呢都没有力道，它都没有出现这种很显著这种多头反击的量能但凡有一点的话，我们都不会跌得那么迅速那么快，都不会跌得那么顺畅可是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在这里就没有出现什么多头的这种量能，然后我们下跌的也是非常的迅速确实是很不妙。而且我们这波下跌呢，
它肯定是还没有结束的。我们要看一下我们下周一、下周二的情况，那我们才能更确定。不过走成这样真的，非常非常不妙。好，非常感谢各位。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欢迎你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